大家好，这里是哇哇 TV，我是主持人蛙哥。今天我们聊聊日本自己纪念815，却又抵制中国的93纪念，是一种什么心态？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日本国内对战争的纪念和反思，始终存在一种受害者叙事优先的倾向。他们在8月15日强调的是自身在战争末段遭受的原子弹轰炸、东京大空袭等创伤，而非其在亚洲各国长达10多年的侵略与加害行为。这种将自身置于受害者位置的叙事，与其对中国举办的明确纪念胜利，并旨在维护历史正义的93纪念活动的抵触情绪一脉相承。日本未能像德国那样完成对侵略历史的彻底清算和反思。战后一段时期，日本社会更关注战败后的苦难和重建，虽有左翼力量推动反思，但未能根本扭转主流史观。一些势力甚至通过修改教科书、质疑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方式，试图淡化或否认侵略罪行。这种淡化行为让很多日本人认为自己没有错，许多侵略行为都是虚假的，不需要道歉，哪怕出现反省一词，都会让日本人抵触。咱们下面来看一下日本石破茂在815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戦から80年が経ちました。今では戦争を知らない世代が大多数となりました。戦争の惨禍を決して繰り返さない。進む道を二度と間違えない。あの戦争の反省と教訓を今改めて深く胸に刻まねばなりません。石破総理はこのように述べた上で、歳月がいかに流れても悲痛な戦争の記憶と不戦に対する決然たる誓いを世代を超えて継承し、恒久平和への行動を貫いていくと強調しました。また、今を生きる世代とこれからの世代のためにより良い未来を切り開くと、未来に向けた決意を示しました。総理大臣が全国戦没者追悼式の式辞で反省という言葉を用いたのは、民主党政権だった2012年の野田総理以来13年ぶりのことで、第二次安倍政権以降は言及されてきませんでした。看到了吧，这仅仅只是说了反省一词，都不算道歉。反省的是战败而非侵略，悼念的是就侵略战争中死去的战犯和被2颗原子弹炸死的人民，只字不提侵略行径。就这都遭到众多日本网民的谩骂，可见日本对罪行的淡化行为是多么成功。再就是日本部分政治势力需要靠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支持，对中国纪念活动的所谓抗议和抵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做给国内看的姿态，旨在塑造敢于对中国说不的强硬形象，转移国内矛盾。日本政府试图操控国际历史认知，他们担心中国主导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会使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的侵略历史，从而动摇其试图构建的叙事。因此试图通过外交游说阻挠中国主导的历史认知在国际社会传播。日本将中国的发展视为挑战，不愿看到中国通过举办大型国际纪念活动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抵制中国93阅兵也是试图牵制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表现。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希望强化美日同盟及与其他所谓民主阵营国家的关系。劝阻他国参加中国活动也有向美国示好、协调步调的考量。日本文化中存在着见前公开场合的场面话与本因内心的真实想法的区分。在历史问题上，官方可能出于国际压力做出一些反省的表态，见前，但其内心本因未必真正认同，或认为无需持续道歉。日本历史上具有慕强特性，倾向于崇拜和追随强者。对于在二战中战胜其的美国，日本表现出服从；但对于曾遭受其侵略，如今日益强大的中国，其心态则更为复杂，包含了不服、焦虑甚至抵触。就因为日本这种慕强的心理，咱们就更应该表现出强大的一面，让他们不敢再次侵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93大阅兵演来画面。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些画面，应该觉得自豪，感到骄傲，而不是像日本宣传的那样，这是在宣扬武力，传播仇恨。总之，日本一方面自己纪念815，另一方面却抵制中国的93纪念，其心理是一种混合了历史观矛盾、政治算计、地缘战略焦虑和文化心理特质的复杂表现。其核心在于拒绝彻底清算侵略历史，试图维持一种以自身为受害者的模糊叙事，将历史问题工具化，服务于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需要，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变化感到焦虑，试图进行牵制。中国隆重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世界和平负责的表现。日本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其与亚洲邻国真正实现和解，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国际形象。正视历史，才是走向未来的正确途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别忘了点个关注哦。